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尔法投资频道。这是一个干货满满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摩西。今天是周末，趁着有时间呢，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长线投资最近非常火爆的电力股。有小伙伴在摩西的视频下面留言，请问伊藤公司和 Vista 公司哪一个比较适合长线投资呢？您比较推荐哪一档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呢，就是专为这位网友量身定做的，欢迎订阅阿尔法投资频道，这是一个宠粉的频道。我们在前面的视频曾经说过，目前风头正劲的是全美的数据中心的建设，将会消耗大量的电力，以及对电力相关器材的需求。自从2010年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 AI 对于电力的需求呢呈变相直线的上升啊，那么这个需求呢非常巨大和迅猛。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标的进行长线投资，我们需要哪些技巧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长线投资的核心最基本的基本功呢，就是基本面的分析啊，需要注重公司的包括财务状况、盈利能力、行业地位以及成长的潜力等等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作为长线投资的基本功。就好比如果你做波段不懂趋势的话，那基本上是成功的概率比较小。所以不论长线还是短线，都不是无脑的买入啊！这里摩西要特别的强调一下，并不是哪一个博主推荐了一只股票，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，无脑的买入就会躺着赚钱。这种情况呢，绝对不会出现的。所以，对于长线投资者需要研究什么呢？首先就是宏观经济趋势啊，比如说经济增长率、利率的水平、通胀膨货率等等啊，因为这些因素呢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表现以及公司的业务环境。比如说在经济衰退期的时候，即使是基本面良好的公司呢，也可能面临增长放缓的风险啊。同时，了解一个行业的趋势呢，对于长线投资呢，同样是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，在 AI 所带领下的科技行业最近快速发展啊，为投资者呢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回报。而一些传统行业呢，由于增长过慢，那么它的股价呢，同样并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。那么今天所说的呢，就是在 AI 的这个行业趋势带领下，对于电力一个长线投资的分析。当然，这个分析是什么呢？一方面我们已经说了是基本面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目前这个公司它的股价的走势。那么这呢，也必然会涉及到技术的趋势啊。了解这些技术的趋势呢，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决定买入和卖出的时机。所以，如果你读杰西·利弗莫尔的自传，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掌握时机。不论什么样的资产，它都有它的买入的时机和它的卖出的时机。如果时机掌握得当，投资必然会带来回报。如果没有耐心，无脑的买入呢，失败的概率就非常的巨大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来比较 Eaton 和 Vista 这两个公司，从它的基本面和技术趋势来分析。通过这些信息呢，希望能够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参考。好，如果我们访问 Eaton 的它的公司的主页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在它的 products 里边呢，它主要的业务呢是电力器材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现在电力需求迅猛的大环境下呢，这些产品呢必然是走俏，给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和发展。如果你在 Thinkbox 这个网站上去查阅 Eaton 公司的基本面信息呢，你可以看到在它的总体财务健康状况呢是 great，
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是相当不错的。如果你细看下面的各部分的评分呢，你可以看到除了 cash flow 以外呢，它的增长的趋势和它的盈利状况呢是相当不错。那么目前呢，它的价格动能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对于它的 cash flow 呢，略逊，但是也还可以。唯一呢，就是它的 relative value， 也就是说它的相对价值偏高，所以这个呢打出了一个 F。也就是说，这只股票呢，在市场目前来看呢，是属于超买了。Finbox 呢给它的估值呢是220.69美元，但它的目前的股价呢是324.30美元啊，溢价32%左右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说长期投资呢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分红率。如果你长持来说呢，一定的分红呢也是必然给你带来一定的现金流。它的分红率呢是1.16%，那么这个呢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它的这个分红历史呢是达到了14年。你可以看到，在每年呢，它的这个分红率呢，是逐步的上涨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公司的业务能力呢，也是逐步的上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 Vista 这个公司啊，这个页面呢展示了 Vista 公司呢主营业务呢是卖出电力，所以它并不是一家工业板块的上市公司，而是在 utility 板块上市的电力公司。从这两家公司的属性来看呢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它是通过卖出电力，那么在目前的电力需求的大背景下，它的前景也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和刚才的伊藤公司呢，这两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公司，分别处于不同的板块里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 Vista 它的财务状况。你在 Finbox 同样你可以查阅到它的财务状况呢也是相当不错，也是给出了 Great 这样的评级。它的 cash flow 更加健康，它的增长率和盈利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么它的相对值呢是偏高，但是并不像Eaton 公司的那样的偏激。Finbox 给它的估值是83.11美元，那目前它的股价呢是72.70美元。那么从这个比较看呢， Vista 公司呢它并没有处于严重的超买状态。 Vista 公司呢它的分红率呢也是 1.18， 那么这个值呢是与 Eaton 公司呢基本类似，但是这个公司它的分红的历史呢只有5年。你可以看到在2016年分红之后呢，在2017、18年的都没有分红啊。那么在2019年重新开始分红之后呢，它的这个分红率呢，稳步的上涨。所以可以看出Vista 呢是一个较新的公司，还处于成长阶段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两只股票的具体走势啊。对于长线投资呢，我们的建议是以月线进行操作。具体的技术指标呢，我们是以 ATR 的趋势为指标。如果股价在 ATR 趋势线的上方，我们认为是上升趋势，结合它的基本面呢，我们就选择持有。当股价跌破了这个趋势线呢，我们就选择清仓离场。当股价重新突破了下降趋势之后呢，我们选择重新入场。所以如果你从 K 线上简单的进行测量，你可以看到以月为单位 Eaton 这只股票呢的波动率大概是在10%左右。如果你目前没有仓位而想建立这个仓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目前的这个股票呢其实已经是走得很高了，必然会对长持呢带来一定的风险。但是如果你等到下一个趋势改变突破为多头趋势的这个走势呢，可能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那么也可能要等数年之久才能等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啊。那摩西的建议呢，就是说你可以
以这个 ATR 的上升趋势线为你的入场点，也就是说，每当股价触及到 ATR 的趋势线附近的时候，如果它是一个上升趋势，你可以选择做多入场。每当这个股价向上走呢，那你的止损呢是应该跟随着这个趋势逐渐上移，直到股价跌破这个趋势，清仓离场。那么我们可以从基本面上再来看一看这只股票，你可以看到从2021年的2月开始呢，Eaton 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它的毛利率呢都是线性向上增长的，那这无疑呢是助推了它股价向上运动的坚强的基础。另一方面呢，如果你对比英伟达股价的走势，那么在图中呢就是橘色线所标出的，可以看到Eaton这家公司的股价上升与下降呢与英伟达股价走势呢是高度的吻合，也就是说资本对于这只股票的炒作的眼光呢，是比我们散户要高很多。当散户通过新闻消息知道这只股票的时候呢，这只股票其实已经涨到了超买的位置。如果你再选择长线入场呢，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一定的回调的压力。但摩西想说的，如果你跟着摩西以月线为基础的趋势操作还是有可为的，因为至少你在月线上可以看到10%的波动，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波动以短线博取更多的资金进行长线的投入，那么这个呢既可以做正股，也可以结合期权的策略来在波动上博取丰厚的现金流，将盈利的现金呢同时投入到正股的持仓里边，以摊薄正股的持仓成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 Vista 这只股票。同样的呢，它的这个月线，你可以看到在最近3个月呢已经被大幅的拉起。那么从技术的走势看呢，这2只股票都有回调的可能。毕竟呢，它的股票不可能一直无限的上涨，资金呢在一定的点位会进行洗盘。我们可以看到 Vista 这只股票呢，它在5月8号的时候呢会发布它的财报，届时它的股价呢可能是有一定的波动啊。如果它能够重新的碰及这根上升趋势的时候，也许这里呢就是投资的一个入场点。至于你能拿到多长的时间，完全看这只股票是否能够延续上升的趋势。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突破趋势呢是在2021年的12月份，到目前为止呢是3年左右的时间，它从19块钱涨到70多块钱，那么这一波的涨幅呢大约涨了3倍到4倍这样的一个价位，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的长线投资呢，你是可以赚到不菲的利润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降趋势的时候呢，是在2019年的12月，这个下降趋势呢是延续了大约2年的时间，也就是说在这2年的时间呢，你并不需要去持仓一个下降趋势的曲线，对你的资金的风险无疑是大大的降低了。从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，当一个公司它的业绩从增长到顶部之后开始下降到断崖式的下降，那么它的在这一期间里边的股价呢是不会有好的表现。那么直到是2021年的中下旬的时候，随着它的业绩逐步好转，那么它的股价向上走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虽然它的EBITDA 还是在向上走但是
它的 revenue 开始向下走啊，那么这里呢是有一定的问题在这里，所以不论对于 Vista 还是 Eaton 这两家公司呢，摩西的建议是目前暂时观望等待出一个好的长线建仓点再次的进入，这样比较妥当。这个呢就是摩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